王爷，王爷，王爷来救王爷！王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区区畜生，胆敢造次！本王定要踏烂你每一寸血肉！伤口竟然愈合了，是你强文血无数，煞气逼人。若是寻常妖物被刺中，伤口愈合极慢。看来这个魑魅不能用寻常方法打败，那不就不明另类的突破？这下阴影重创了。什么？这魑魅竟还能战斗！居然可以幻化成人形！此魑魅身中带毒，而愈合能力极强，此类瘴气凝郁又不易久战，真是棘手。没想到灵界还有这样的好苗子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只可惜没那个时间了。
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若要速战速决的话，不能让他再东望西瞟。若想对其行动，张北，您坐镇。列阵！千年岁月，摆阵作战的方式，即使一点未变。对付你这魑魅，用不着什么新战术。二宝天父无能群主，而群主烧制仙界，千年时间，因为驯服的奴性至此，不如让吾顺势入腹，更好。少废话！好苗子，还是少看了我！快，手速进去！我不会给你时间的，是吧？我爸，我爸，没事。坚持下去！王爷。罪该万死的东西！撤阵！这灵力，撤阵！如我君主，杀我将士，我必不饶你！吹破迷雾千万丈，战渡生死方，勇敢
烈火灼热的胸膛，今天生命要决心抵抗。王爷！我放！我放！要干什么？你被他吞噬入腹，你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我放！不能过去！击溃风沙千万阳，鲜血染红妆，驰骋天地穹苍。全力以赴的战场，每次碰撞迸发的火光。即使你战明明只是个小丫头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。魑魅蚁蛛，啊，这仙界怎么就派一个人来？行云，沈离，吃饭了。行云，我想吃你做的饭了。我想你了。这位仙使，我家王爷呢有婚约在身，您这样恐怕不成体统，要不然还是交给我。您看，军营在哪？敢问阁下是何人呐？天外天，止水阁，行止。天外天，天外天。抱歉了，许久未曾下界，于是迷了路。我来晚了。那就不劳烦神君，还是把王爷交给在。不用。你还未曾回答我的问题。军营在哪？
营地在那儿。真有个性啊！饿不饿？不饿，只是有点累了。没事，那你好好歇着。星云，你去哪儿？星云，来人！王爷何事？扶我起来！王爷不可。哎呀，算了。那个说不能乱动的。这些军医的嘱咐，每次都一样，不用听。我这伤很快就能好了。哎，莫方呢？他伤势如何？哦，王爷，我还是把将军叫来吧。哎，你这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哎，王爷，哎，还好吗？这话你该问你自己。末将无能，才让王爷受此重伤。我也没怪你，你瞧我，不也受伤了？恍惚记得前些天我还在为此事与灵尊争吵过，说天外天的行止神君不过是封印了几头魑魅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要劳得我灵界为他守护虚天渊封印。现在看来，我这话说的当真该死。虚天渊的这般魑魅以千数计，若要封印这些魑魅，行止神君确实与三界有恩。莫方该死。你老说自己该死，若要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当时要以万死不辞来弥补过错了。这些战死的兄弟们，皆是因为我没有将他们保护好，才累他们将性命丢了。我知你情深义重，但也不必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太过刚强，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所以，没有人会责怪你什么。
你起来吧。王爷不明白，我其实是责怪我自己。因为受伤的是你，所以我才责怪我自己。莫方，你王爷，其实你已经在我心里住了很久了。你莫不是脑子入了毒髓，整个人有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就是喜欢你。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命令你，立即肃清你脑子里的这些想法，连根头发丝都不能有，这是军令。得令。孙俊，您现在气体的恐怕不大方便。为何不方便？因为吧，他这个神君，神君，你，哎呀，星云，王爷，这位是天外天的行止神君，特来帮我们加固虚天渊的封印。星止。你可曾去过人间？认识星云吗？不认识。
气息平稳了很多。我早就听闻毕苍王骁勇善战，今日一见，这一身的英气，着实令人佩服。只是再好的底子，也经不起王爷如此折腾。王爷就算是为了灵界，也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一番客套话说得如此动听，有劳神君。他是最后的上古神，星矢。他说他不是星云。是啊，星云已经死了。不问过去，不问将来，不是我自己说的。我还要在此地多待一些时日。千年未曾来过这儿了，也不知道变化如何。我需要在这勘察一下地形，方能进入虚天渊，重塑封印。之后还得劳烦王爷亲自为我带路。神君若是想找人带路，军中有熟悉周边地形的军士。王爷身负重伤，恐怕不便行动。将军不必操心，毕苍王身上这点伤，我自会帮他调理，不出3日，便可以活动自如。让他带路对他身体并无妨害，多活动活动，也有利于身心。神君，莫方月为你领路。我就要他带路。那这3日便劳烦星矢神君了。就这么定了。王爷，站住！糟了，该去王爷房间打扫了。神君说，1000年前在这里留下了4样东西，作为虚天渊的2度封印。可是，在这周围巡逻的士兵并不知道这几样东西。神君还记得这4样东西放在哪儿吗？当然，一个在山顶，一个在湖底，其余2个，你试着活动活动。之前受这样的伤，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恢复。神君一出马，3天便将我治愈了。
现在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。作甚？如此威武的碧苍王，竟然会害羞啊！我只是想要检测一下你左手小手指的细小关节有没有问题。王爷，你用力捏我的手吧。有何不适？没，我是怕一用力就将你捏碎了。王爷尽管用力捏，捏碎了算我的。是啊，坐在我面前的是天外天的行止神君，拥有不死之躯，哪是那个轻轻一捏就会死掉的凡人行人？尽管已经知道这是不同的两个人，但是真的太难控制自己的思绪了。好了，恢复的不错。既然如此，王爷下午就可以带我到四周转一转。下午吗？晚上也好。不，就下午吧。好。军营南部只有一座高山，虽然现在没什么用了，但是先前几百年却是他阻挡了瘴气通往灵界各处。今天我们出来的晚，有湖的地方我们去不了了，先去这山庄树林吧。等我一下。慢慢吞吞。神君，我们先去这山中树林。此处离营地近，离虚天渊却很远。将士们对这里不熟悉，所以这地图只画到了半山腰。这漫天瘴气，如果飞行的话，会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所以这上山的路，我们还得自己寻一下。神君，哎，星指神君，莫不是又迷路了吧？
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？往这边。碍眼的东西，走开！这个东西已经感染着我烧了。哎，这山里边因为受瘴气影响而产生变化的东西太多了。这小东西不会咬人，寻常百姓也能对付，在这山里面活着也是不容易。就他而言，没有做什么坏事，就把他杀了，未免太不合理。就算他做错事，也要等他做错了事之后才罚他。依照我的习惯，我倒是喜欢在麻烦变大以前就把它控制住。这样的话，日子未免太无聊了。本来就很无聊。有月华相顾，缓步而行，自有它的乐趣。王爷，不要那么心急。旭天渊很少看到这样的月色了。到山顶了，辛苦了。
神君赐福，乃我灵界之幸。上古神旨，月亮出来了，看，神君赐福，乃我灵界之幸。让子散开了，好久都没看见月亮。下午出发，在山上画出封印字符，借着月华之力，清除山上瘴气，唤醒封印者。如此周全的安排，他却没有透露半分。这人原来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。李相王，这是虚天渊长出来的叶子。虚天渊的叶子，这新绿的颜色真是充满生气啊！这附近的孩子，以后要是能看到这样的叶子就好了。要不要到树上面坐一坐？可以吗？不会碎了吧？做碎了，我赔便是。真美妙，好像是在唱歌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下远灯两盏，梦醒时分谁又轻叹？真好听，这是什么曲子啊？人间未见你，这是一首普通的曲子。只于星空余年无常，像一汪湖水，甘愿沉默不知否，水中月似水星，如水一神君是在嘲笑我，是吗？没有啊。我只是觉得今晚的夜色真的很美。
浮动星辰，月宿魂，初相逢。一变化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从梦之中相拥。莫风，干嘛呢？一个人？接着，哎呀，看什么呢？啊？这怎么那么淡啊？你这不是忧伤在身吗？我就特意给你兑了点水。你是不是觉得行止神君欺负了咱们家王爷呀？这神君呢，看着是有点古怪啊，但是你想想，那股清流之气，今日去的若不是王爷，换作是你我，恐怕也早就被净化的腿都软了吧？我明白，虽然当时想不明白，但是现在看到这轮月色，感受到了这股清风，我也知道了行止的考量。只是，你说这月亮都出来了，这事也该办完了，两个人怎么还不回来？委婉点，委婉点，什么话不能说的太直啊！你到底喜欢王爷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都喜欢。哎，回来了。糟糕！多谢神君，重塑木质封印。下世去。王爷在被灵尊抓回来之前，曾经喜欢过一个凡人。是吗？还有这事儿？当时啊，灵尊带着青岩、赤荣二位将军，还有好多将军一块儿去围堵王爷。我二舅的表叔当时也在。我听说啊，王爷临走的时候，还亲了那个凡人一口。真的假的？咱王爷，比苍王，就是咱王爷呀！我二舅的表叔他亲眼看见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可能骗你们？没想到咱王爷还有这一面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行止神君和王爷在人间喜欢的那个凡人有几分神似。聊什么呢？王爷，精神头这么好，我的腰！出去跑几圈，天没亮不许回来。没想到你们灵界将士这么爱讲闲话。神君见笑了。改日我定吹出来声音给你听听，你等着。静候佳音。
莫风，王爷，我此次出来，灵尊并不知晓，不如你先回去，把这个消息禀报给灵尊，顺便回去把伤养好。王爷是要撤我走啊？领命。那你这伤，算了，还是别对他太好了。回去路上小心。王爷，你不必因为我之前所言有太多顾虑，我会调整好我的情绪的。也请王爷别因容貌相似而乱了纪弦。我知道。启禀灵尊，虚天渊传回消息，蝎尾狐已被王爷诛杀。阿离他如何？王爷虽有受伤，但并不严重。另外，行者神君已亲临虚天渊，正在虚天渊外，由王爷带路重塑虚天渊封印。这行者神君1000年间神踪难觅，现在却来了，想必神君还是对魑魅之事颇为在意。你俩下去吧。是。走了。这千百年来，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喜欢自己的，还有胆量来表白的，只是这碰见的时机不对。我若是喜欢一个人，定要将所有都给那个人才是。虽不知未来如何，但我现在心里还装着一个人，尽管他已经不在了，我也没法去喜欢别人，因为那样既对不住自己先前那番心意，又对不住别人现在这份情谊，而且还有一个芙蓉诀。算了，不想这些了。今天再带着行者神君去重塑一个封印，虚天渊外的空气会变得更好，将士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吧。我似乎很久没有这么期待去做一件事了。王爷。神君可知都什么时候了？那叶子吹响了没有？说正事，昨日你说的2个封印，木质封印我们已经去过了，今日我们去湖底的水质封印。这周围只有西面有湖。昨日山顶
山顶已经清除过瘴气，现在也清晰了，我们驾云过去便是。走吧，神君莫要耽搁了。王爷留步，灵尊开启千里追影之术，想要见行者神君一面。千里追影，灵尊身体有伤。神君，还请你快一些。灵尊，您身体不适，不该耗神开启这千里追影之术。这位是行者神君。神君驾临灵界，未曾远迎，还望神君恕罪。无妨，我本也来得很突然。我因身体抱恙，不能前去虚天渊问候神君，望神君见谅。灵尊客气了，碧苍王已带灵尊问候过了。神君不埋怨就好，只是神君有所不知。碧苍王私自离府多日，如今是时候让他回到都城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碧苍王，他正在帮我一个忙。若神君不嫌弃，我即刻派遣其他将军相助神君。我是不嫌弃，但只不过……灵尊。我现在还不能回去，这是王命。灵尊，我已经主动答应要为神君带路，定要善始善终。胡闹！灵尊，我知道你生怕我生出别的心思，在此，沈离向你允诺，待办完此事之后，沈离会尽快回都城。既然碧苍王执意相助，行止也不好推辞。灵尊若是信得过行止的话，待此件事完结之后，我定会亲自将碧苍王送回到都城，灵尊就不必操心了。自然是不敢劳烦神君，我还是要将沈离。灵尊，你是不愿意将碧苍王留在此地吗？既然神君开口了，那便将他留下。此事办妥，你就……我一定会尽快回都城。王爷，看来灵尊很不想让王爷在此处帮我。走吧，我们去水之封印。灵尊方才用了千里追影之术，这千里追影之术极其耗神，灵尊身体上有不适，这无妨。你们二位赶紧去虚天院外跟着沈离，在他回都城之前，绝不能放他与行止神君单独行动。是。等等。你们先不要去，还是先退下吧。着人盯着虚天渊的情况，稍有不对，立即来向我报。是。怎么了？走啊！灵尊有点奇怪，这还用你说？有眼睛的都能看出来。尊上似乎很忌惮王爷与神君一起行动，甚至对行止神君也十分防备。我听说
上一届灵尊在研制魑魅前，对上古神也十分忌惮。你说这话叫旁人听见了，被砍了脑袋。也怪哥哥没提醒你。尊上的事，不用你我过多操心。走了，徒弟。我们下去吧。下去？士兵平日里巡查也没下去过。我没有下面的地图，下去也找不到路，帮不了神君。若神君想下去，那神君自己下去吧，我在岸上等着。王爷可会浮水？不会。避水术呢？也不会。你怕水啊？你怕吗？怕。如此，我牵着你便是了。神君自己下水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你就像在陆地上呼吸一样，我的避水术会那么糟糕吗？嗯？放轻松。放开！你真是蛮不讲理。你跟我一旦松手，避水术就会失效，到时候你就麻烦了。你拖我下水有何用啊？快让我上去！因为我一个人有点怕。你老人家不知活了多少年，天上地下的什么风波没见过？就这么一滩湖水，你跟我说你害怕？你逗我玩呢吧？这人或许心里早有计划，拖我下水必有原因。这一路上也什么都没发生啊。到了。
他似乎比我想象的麻烦。哎哎，起来了，干活了。干得好！这水里以后会有鱼吗？自然会有啊。还有2处封印呢，在哪儿？是什么？其中一个就在你们军营练兵台那片土地上。等一下回去，你让将领回避一下，便可加持封印。另外一个便是牵引虚天渊的金刚锁链，那个锁链就在虚天渊的门口。山顶是木，湖里的是水，营地中的是土，虚天渊前的是金，那还有火呢。五行不全，你这2重封印也很难施展啊。处理好其他2个封印，我自然会去寻找有火的地方，这你不用担心。星矢来到灵界，自然会还虚天渊一个清净。暴露了。哎呦，我似乎想起来，这避水术在千年前啊，就不一定非要牵手。这避水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哎呀，年头长了，忘了。别想了，星云已经死了。这里便是土之封印。对。那神君开始重塑封印吧。回来，重塑这个封印没你想的那么难，并且中间不可以间断。你在旁边帮我看好，我不想有人过来打扰你。谁打扰你？
土质封印已经完成。那我们去虚天渊吧。待此件事完毕之后，我便回去王都领罪。三番封印已被重塑，但这里的瘴气依旧让想靠近的人心中闪。可想而知，在被重塑之前，这里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？这儿的情况比我预想糟糕一点。不用怕，他们出不来。这是误会之心。之前你与谢婉妃争战，被其吞入腹中，已经身染瘴毒。因为你是灵界中人，灵界之人很容易造成瘴毒的侵蚀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。方才我已经帮你清除了瘴毒。初始的木质封印能驱邪祟、除污秽，
帮你稳固内心。而后的水之风，则可清心境，明灵态，助你心定神静。后再以土之封印的符纸，帮你隐去成。所以，非要我带路不可，只为如此。对，只为如此。属火的封印就在虚天园里面，王爷身上已经没有障碍，所以不必跟我进去。刺客回到营地里，整顿你的军队。待此件事完毕之后，我自会回到仙境。至此，不再劳烦王爷。多谢神君，此次相助于我灵界。干嘛呀你？有事说事儿。王爷，您怎么能这样就把神君给放走了呢？神君要走，又岂是我能拦得住的？早说呀，早说我就自己跟神君说了。怎么，不过几天时间，难道你也被这神君收服了？王爷现在说话越来越让人诧异了。我堂堂七尺男儿，岂能有这种想法？末将是觉得吧，王都偶尔受瘴气的侵扰，若是能让神君去走一遭，即便是不施法清除这些瘴气，是不是也能让王都干净些时日啊？你再说了，我都和我媳妇说好了，来看看这锃亮的月亮。末将告退。作甚？如此威武的碧苍王，竟然会害羞啊！明知道你不在，我却还是眼巴巴的过来。我约莫是有了什么毛病吧？
很熟悉。这里可是虚天渊。聪明啊，王爷。那行止神君为何会在这儿？封印已经重塑完毕了，只不过被几只魑魅拖入了角落。近来几日重塑虚天渊封印，花了不少力气，却一不注意让他们钻了空子。那你可有受伤？这虚天渊当中，瘴气弥漫了多年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法术，所以闲来无事也得虚天渊闲逛。这虚天渊不见天日，对于神君来说，不过是换个地方逛一逛。看来我的忧心是多余的。王爷该不会也在这儿闲逛的吧？我没有这个兴致，我不过是跟将士们巡逻的时候，到了此处，走近了一些，后来被一股怪力给拖了进来。王爷竟然也会被拖进来啊！哎呀，现在的魑魅啊，真是越发有趣了。一点趣都没有。神君可有法子让我从这里脱身？明日我便要和上北将军他们回灵界王都。一早他们若找不到我，必定会以为我又逃婚了。彼时又是一阵慌乱。可惜啊，现在出不去。完了吗？这不彻底完了吗？这么大人做事情也不长长脑子，怎么说走就走，跟我一出门就走？什么事啊？闹的这是，我这命算是保不住了。哎，王爷又逃婚了。上次逃婚，王爷就浪费了500年的修为，还被灵尊关在血祭殿中受罚。你说王爷怎么还敢逃婚啊？哎呀，要我说啊，王爷这次不止逃婚啊！你看啊，行止神君是不是也没回来？啊，这刚重塑完封印，话都不说一声，人直接消失了。王爷又在这个时候逃婚，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俩
私奔啊！有事！你看啊，神君和王爷在凡间喜欢的那凡人是不是相似？啊，咱王爷呢，给神君带路，这带着带着，啊，带着，不就那啥了吗？移情别恋，移花接木，感情找到新处。哎，更有甚者呀，我还猜想啊，猜想什么猜想？你还有什么好猜想的？将军受罪，将军受罪，我等嘴碎，愿受责罚。这神君和王爷，岂是你们能够在这胡说八道的啊？属下知罪。一会儿啊，你们3个人，每个人给我绕着营地跑200圈。啊！是。等会儿。你们几个把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猜想复述一遍。将军，最开始啊，他俩可能还没那什么，不过一来二去就逃婚了，是吧？哦，在一起了，你记不记得？就前段时间这个事儿，行者神君，我当真没有与你开玩笑。这虚天渊中也不知几时几日，待我们回去，也许上北将军早已班师问朝。向灵尊禀报我逃婚，那我又要挨好一顿罚。若我真是做了这事儿，被罚我也认了。但是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被惩罚，我实在是太委屈了。我像是说谎？神君说谎的时候都不像说谎。那我告诉你，这回当真出不去。逗弄我很好玩吗？好玩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总是骗你？你难道不是总在骗我吗？找不到路要我领，避水术放手要失效，什么护法，件件事都在骗人，不对吗？如此说来，倒有那么一点道理。那你没有觉得件件事我都是为了清除你体内的瘴毒？王爷，你怎么不领情啊？不知道感恩？多谢神君相救之恩，所以可以出去了吗？真是拗不过你。我本来不想掏出来吓唬你。这是我在处理火之封印的时候被妖物所伤，他们想饶我清净之力，从而试图减弱封印的力量，但他们肯定想不到封印已经形成了，即便我死在这儿，封印都不会消失，除非1000年以后。虚天渊是1重封印，然而偌大的封印，哪怕是神力也支撑不了多久，所以我便随自然之力取5行元素，借山巅千年灵液，湖中水灵神兽。地下化玉之金石，成囚笼，束缚魑魅于其中，而后成2重。2重封印当中，我又取火之封印放置于虚天渊当中，使2重封印相互融合。一则令欲破坏封印者，无论从内还是外，都没有办法瞬间破除掉封印，为守护封印的人赢得了更多的反应时间。二则令1重封印则依托山水、土地，吸收自然之力则更为牢固长久。然而，自然之力并非
取之不竭之。千年岁月已过，自然之力差不多已经耗尽，故而我前来此地加持灵气，会使封印更加强有力。2重封印过后，这儿便是以天地灵气相依图，行自然之道，所尽正气。所以啊，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我出不去。至于你，之前呢，我已经清除掉你体内的障碍，但是啊，这虚天渊当中到处都是瘴气。你是灵族之人，本身就没有净化之力，并且极容易感染瘴毒。虽说瘴毒对你没多大影响，但封印也让你出不去。所以在我的伤未好以前，我没有办法帮你解毒。至于你啊，你就说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好？也很快，逛2圈差不多就好了。所以啊，你不用过分的担忧。要是迟了呢，回头我跟你一块儿回到灵界皇宫便是，我亲自和灵尊解释解释，想必灵尊定不会责怪于你。时间的眼，完整了心的荒野，再个不是缘。是不知不能闪的街，有一夜。有新闻。上古神会不会偶尔睡觉的时候，神识落入到人间，化成人形，活了一辈子？或许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神君偶尔会让我想起一个故人。是吗？与我相似之人不常见啊。可不是吗？地藏王，于人于物太过执着，不见得是个好事。倾尽一切为后的夙愿，意难全，而后我不眠。沈离，多谢神君指教。先前听闻王爷逃婚一事，想问芙蓉君有何不可？都快被墙外人摘秃了的红杏树，敢问神君想要吗？若不是神君乱点鸳鸯谱，本王岂会落到如此田地？还没有问过你，为何要将我指给他？因为
仙君可是觉得水冷了？去给本君拿点吃的。是。仙君，仙君，站住！一身的土，不准脏了本君的沐浴圣地。仙君，方才有灵界的人上来报，说从虚天园中跑出来的魑魅已经被那碧苍王给斩了。这么快？何止是快啊！小的还听说，那碧苍王沈离战魑魅的那一日，黑气缠身，颜如修罗。他一挥手，手起刀落，那魑魅直接断成2截。他一张嘴，血盆大口，愣生生的将魑魅和血生吃，吃的那双眼睛都是鲜血淋淋的猩红。你过来。他吃了魑魅，他，好像又听说他是被那魑魅给吃了，然后又从魑魅肚子里给杀出来。总之就是浑身血淋淋的，杀气森森的。然后天君还传来了消息，让您去灵界与碧苍王培养感情。准备，快给本君准备，本君要去面见皇爷爷，快去！好。行止神君越狱之前是否下界？不愧是神君。你还记得神君重回九重天之日，他交代了什么？啊，若是死后有人询问他下界游历之事，让天君假作不知。当时我还纳闷，神君怎么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而且这要求还有些古怪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神君这是未卜先知啊。灵尊为何要问神君的事情？莫不是这灵界又有异动？这就难知了。神君既然给我提了这个醒，说明他心里已经有数。我们仙界只需配合神君，不要多事就好。这芙蓉与碧苍王联姻，神君定也是自有深意。本来我看这芙蓉闹得厉害，想缓缓，可这书信一来，我等必不能打乱神君计划。不可以啊，皇爷爷！不可以啊，皇爷爷！不可以啊！不可！我没有什么感情好任那沈炼去培养的，我就是个没有感情的废物啊！别嚎了，灰灰嚎得跟杀猪一样。你能不能留点力气，好好去训练训练，增加自己的修为啊？回头等沈炼打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嚎的声音小一点，不至于这么丢人。不要啊，皇爷爷！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就你丧气！不许还过来！哼！救命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
怎么了？来，郎君，喝药。这可是你的心和心。何婶婶，怎么了？别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怎么了？晕了？来，郎君，喝药。这可是你的心头血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芙蓉君，怎么了？幻觉，是幻觉。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哎呀，摊上这么个婚事，我给你带的养颜桃花露都无福消受了。滚远点吧你！还喝什么桃花露，养什么颜？我命都要没了！你这兄弟，你就知道看我笑话。我黄爷说的对，都是狐朋狗友。阎马王，你这亲事，兄弟也不是没帮你想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快给我说说。你看啊，这联姻是仙灵两界的联姻，你与天君说不通，让沈离去找灵尊闹去啊。可他不是闹过了吗？陶皇也被抓回来了，那就再逃一次呗。何意啊？你到了灵界，就到那沈离面前拼命使坏，让他烦你，对你忍无可忍，他自会去找灵尊闹去。这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。可万一我闹过了，那沈离要杀我，怎么办？你可是天孙，胆子那么大呀？他可真魑魅，你说大不大？你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神君不是在灵界吗？到时候你见势不对，你就往神君那处躲。你是天家子孙，他不会不管的。不会吗？不会。哎，不管了，横竖是个死，我得亲眼去灵界看看。再不济，也不能在洞房花烛夜惨死婚房。走。沈离还在吗？是。神君呢？虚天渊封印已经重塑完毕，神君或许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神君不辞而别？是。未曾差人去寻过神君。神君高高在上，行踪难觅，我等哪敢过问？遣人去仙界，看看神君是否路过仙界，回到了天外天。是。尊上，探问神君行踪，此事怕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神君是为了我们灵界重塑封印，我们自然要保他平安回归。你们快去吧。神君未曾下界，灵尊信中探问神君的行踪，所为何事啊？神明之意，我等切莫妄自揣度。从今天起，我就去他的碧苍王府作到他退婚为止，看他还能忍多久。虚天渊里，不知时间如何流逝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标，也不知行止说的这2圈到底要走多久。若再三询问，岂不显得我太过沉不住气？这个行止神君，来硬的他不接招，软的我又不会，真是不好对付。
有魑魅。终于等到不怕死的来了。你想不想看一看虚天渊长什么样子？虚天渊不就是一副什么都长得奇奇怪怪的样子吗？这些魑魅，你都知道他们这一路上都在盯着我们。这儿的气息会不会让你感觉到你危险？不会是不是？不然呢？所以啊，待此次出去了之后，千万不要再一个人靠近虚天渊。杀一只蝎尾狐费了我那般大的力气，而这人谈笑间便夺了一只魑魅的生命，且能在这种地方悠闲自如的散步。撇开上古神的力量不谈，这家伙还真是奇葩。你不是说逛2圈吗？这会儿你倒是急了，你发现2圈没走完。你又骗我！没有，带着瘴气出不来是真的。他的掌心好凉。刚才如若我们不出来，想要再出来就很难了。于是，我动了一点手脚，我施了一个法，但这个法有一点伤身。如果你不信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这几天又是重塑封印，又是被魑魅所伤，即便是神也有点吃不消吧。他手臂上的瘴气并不简单，所以先前他才没有自己去除。察觉到魑魅要群起而攻之，他才迫不得已施法褪去瘴气，强行从虚天渊中逃出。原来这么厉害的神也会因受伤而难受。星之神君也爱逞强啊。王爷，神君，你们这是？怎么了？王爷，你可消失5天了，上北将军找你都快找疯了，他以为你又跑了，他现在已经赶回去向灵尊请罪去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下午。大部队走不了很快，再加上有伤员，更加慢了。或许我们比他们更早回到王都。我现在便回。急什么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这，你说是我多心，感觉到了点什么吗？将军，我也多心了。
灵界都城好生热闹。每次战胜而归，都城的百姓都会用彩旗与欢呼相迎。王爷百战之神，如今依旧对这些欢迎很是受用。受用，很受用。每次看到他们的笑脸，我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。王爷真的很了不起，佩服佩服。王爷，这是我编的花环。谢谢，来，你给我戴。谢谢。灵尊，上北将军着人传来了急报。毕苍王于5日前不知所踪。青岩，速去。尊上，尊上，王爷和行止神君来了。